昨天啊，王菊更新节目了，我看了一下，这观看量11个小时之内就有近20万的观看。你不就在看吗？还外放？对，虽然你看不能和他许多的节目动辄百万的这个观看量相比，但这个数量级肯定还是令王菊的团队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些内容啊，它讲的是民运人士的一些争议性的什么基金呐，还有争议性的操作。也并不什么政治敏感性的非常敏感的那种流量非常大的话题，所以这么快的时间有近20万的观看，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现在他的粉丝啊是174万，和巅峰期的177万相比，仅仅差距了3万。有人说他是掉了10几万粉之后又刷了一些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粉丝基础应该是很坚固的啊。今天啊，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王菊灰头土脸之后仍能王者归来。首先，第一点啊，王志安自己啊，前一段时间在自己的帖子里还说呢，他节目里面是有价值观输出的，所以如果认为他是个渣男，就建议大家不要看这个节目，就说你得跟我统一战线，你再看我的节目。你看人家这话说的就非常自信的，但实际上你看啊，不管这个王志安怎么说，其实看他节目的人，就包括我啊，是把他的私德和他的节目基本上是区分开的。就不管我怎么看他这个人，我都会看他的节目，因为他确实节目质量他就比较高嘛。不过我觉得王菊影响不了我的价值观，虽然我也挺喜欢看王菊的节目吧，因为王菊的节目信息量确实挺大的，而且王菊的他的时间线捋的特别的清楚，对，就什么事情如果看别人说，可能看完了还是有点晕晕乎乎的，但是一看王菊说的就一目了然，而且他细节特别多，你发现没有？对，而且时间告诉你先怎么回事，然后怎么着，而且信息量很大，就是你可能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线索呀，还有信息呀，新闻人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素质的一个体现嘛，对吧？对，而且也有点像讲故事的感觉，反正就还挺引人入胜的。就是我看完了之后，但是呢，该说不说哈，我得说王菊确实没有在价值观方面影响到我。虽然我喜欢看他的节目，但是部分价值观我认同的，是因为我本身就持有这样的价值观，跟他是一样的。有一些价值观呢，我是不认同的。虽然看完了我也不认同，但是我想看看王菊是怎么说的。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不认同你的想法，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对，其实王菊他这个价值观输出对一部分人来说啊是输出失败的哈。这同样对于我来说，我看他节目也不是看他输出那些价值观，因为那些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往往他的很多价值观输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第一。而且呢，有一些还带有老旧的大男子主义啊，甚至封建性的思想。其实我主要是看他的节目，也就跟你一样嘛，就是对整个事件的一个新闻描述，这个是最主要的。你比我更喜欢看。对他，王志安其实他有一种独特魅力啊，你不能否认。他讲这个新闻事件，就刚才你讲了，就像讲故事一样嘛，而且他的信息源又相对比较丰富，他有个团队帮他搜集很多信息，而且有些人又给他发私信。所以以前我也做过一期啊，节目就讲这个王菊啊，为什么他做的节目比较好看，原因主要就在这儿。他会花大力气去搞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呀，包括背景啊，就不像有些这个时政性的评论节目，就评论这个事件本身，几句话就把这个事件的背景啊和来龙去脉脉络就带过去了。其实这些人他就是因为很懒，他不想花力气去花时间去搞清楚这些细节嘛，最后就靠自己的嘴在那儿嘚不嘚的啊输出这种观点而已。那这种节目其实往往的质量并不高。王志安呢是95%以上的篇幅都是在还原事件本身，而且是各种细节，而且是其他的时政博主所不知道的那些细节，这就需要花很多的功夫，花很多时间。毕竟是干了这么多年央视的调查记者嘛，这功力还是非常深厚的。对，你看他这一相比啊，其他的自媒体那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体现了王志安的这种功底和这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这种心态。所以你只要忽略他大部分的价值观输出，关注他本身对于新闻采访的那部分内容，那他的节目可看性你就会发现非常高。我再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啊，就好比说啊，你说这个鸡蛋很好吃，但它毕竟是鸡屁股拉出来的，那你会因为它是鸡屁股拉出来的鸡蛋，你就不吃鸡蛋吗？更何况呀，其实它现在还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看他前期李听呢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你只要不争夺他女儿的抚养权，又给足够的这个抚养费，我相信李听甚至会反过头来继续支持王志安，帮着一块做节目策划呀、文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只要在底下能好好解决，这件事就过去了。这件事呢，对社会呢又没有造成非常大的恶劣影响，对其他人也没有危害，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那第二点啊，王志安他有些忠实的粉丝啊，是特别喜欢王志安这种硬刚的性格。你看他这种硬刚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现在大家都认为啊，就几乎他把所有领域各个方面的人全都得罪了。
但他独独就收获了一批铁粉。你看啊，他早期硬刚方舟子，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开胃菜啊，小菜一碟，出世身手。现在他硬刚的对象全都是有组织性的，什么法轮功啊、台湾啊、中国大陆啊，现在又搞成了民运人士啊，还硬刚了这一段时间，让他有点灰头土脸的沸沸扬扬的前期的这些事件，还有一些说他是渣男的这些粉丝，人家也都是硬怼，就以至于就让人觉得他现在唯一几乎没有批评过的就是他所在国日本，这当然可以理解啊，因为他又留在这儿嘛。那他的这些行为啊，毫无疑问就树立起了一个斗士的形象。斗士的形象，它非常就有可看性。第一，你看他要斗嘛，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这就非常精彩。第二呢，这斗士的形象啊，它确实又是一个抗争的形象，也是一种高大的形象。所以这种形象，它就会吸引很多慕强的人。私德的影响就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斗士，比如说像这个马丁·路德·金和切格瓦拉哈，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有过什么出轨和婚外情的这种传闻，但一点都不影响他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人呐，又往往都有一种慕强心理嘛。对于强者来说，人们普遍对他们的包容性就会更强。那王志安呢，不折不扣，确实是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一个强者。他顶着这么多的这个压力和这么多的方方面面去做斗争，他斗争的这些还都是一些有组织性的、非常强大的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群体，那确实不容易，又需要大心脏啊。所以，因为王志安的这个强硬的斗士的形象，就让他本人和他的节目一样，就充满了可看性。他本人非常可看。所以第三点啊，就是时间，它往往会淡化一切。因为王志安他毕竟他没有杀人放火呀，其实他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抚养费的问题和一个嘴硬不认错的问题。那相比起真正的恶人来说，真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我这绝对不是给王志安洗地啊，我也不是什么他的铁粉，我只是想说王志安真的没有那么十恶不赦，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前期呢，李菁也确实借着他的流量，现在也做成了一个大号。虽然算是王志安的无心帮忙嘛，但这是在这方面他确实是帮到了前期啊。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并不是什么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十恶不赦的人来说，那时间呢一定会让大家慢慢淡忘这些事情之后呢，也就会在心理上就接受他、原谅他了。那第四点啊，就我倡议啊，就是简中互联网一定要包容。我不建议什么任何有那种打倒一切的行为。尤其是对没有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那种打倒一切带来的这种社会危害，我们看过的还少吗？王志安谈的这个新闻理想，咱且不说它是不是真的，最起码人家是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吃一口饭养家糊口啊。那让王志安的晚年也有一个积蓄，我觉得要给他这个机会。就是这个中文互联网，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少些戾气。你说过去那些戾气还少吗？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网暴这个网暴那个，给这个开盒给那个开盒，最后整个社会你说人人提防，互相不信任，互相互害，各种乱象。我们既要这个法治社会，也要宽容的社会。现在王志安，你说他要真的触犯法律问题，就让法律制裁好了，但是这也要给他一个宽容的机会，让他有再重新站起来的机会。王志安虽然人在日本，日本社会整体是一个比较包容的社会，但同时他也在互联网上。我也希望这个中文互联网的世界也是一个包容的一个环境。我现在真的就是特别反感那种就动墙倒众人推啊，人人踩上一只脚这种行为，我非常鄙视。第五点啊，就是凡是人他就有龌龊的一面，都是普通人呢。你看，就算再优秀的人，谁高尚？对，最优秀的人他都有非常龌龊呀、非常阴暗的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好比就是人，你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啊，去参加社交场合，说一些漂亮话，但是你看他在内急的时候，在卫生间里，他也可以随便的释放自己，对吧？你这太有味道了，我是说的真有味道。说到底，这还是人有多面性嘛。这世界它本来就没有圣人，不需要什么崇拜，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宽容。在批评王志安、支持前期李菁拿回应得的权益的同时，也要允许王志安能够在平台继续做节目，维持生计，或者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是人都会犯错，但人们也都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互联网，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互联网。这样的社会呢，也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啊！谁同意谁反对，评论区见。